学院救援团原作版的兴趣。首先，我们时间线回到了主角团高一的时候，因为建立社团需要3个人，所以男1号 BOSS 和女1号姬子只能一边宣传自己社团的理念，一边去找第3个伙伴。而这时候，高年级的学长来找了男1号 BOSS， 希望 BOSS 捣毁一个关于学校的黑网站。这个网站会搜集学校里面有干过坏事人的信息，并邀约2个坏人进行地下互殴比赛，输的人就会被网站公开面容。BOSS 想要像拯救姬子一样帮助大家，所以 BOSS 开始着手调查网站的事情。但因为对电脑的知识有限，所以 BOSS 他们想要找学校里面的电脑天才嫡崔和义来帮忙啊！对，就是动画里的男2号 Switch。此时他还没有加入 BOSS 的社团，而是在家里蹲，不肯来学校。BOSS 千方百计，好不容易通过网络游戏联系到了 Switch。起初 Switch 根本不想多管闲事，但听闻 BOSS 要创立一个帮助别人的社团后， Switch 有所心动，并告诉了 BOSS。他也没有什么线索，不过 BOSS 并没有就此死心。BOSS 发现了这个网站被邀约打架的人都是有干过坏事、有污点的人，所以 BOSS 利用了姬子是前太妹的身份，成功钓鱼执法，让姬子参加了网站的互殴比赛，并最终在约架途中 BOSS 成功抓获了网站的创立者，而这个创立者果不其然就是路人 A， 就是 BOSS 的同学而已。但是路人 A 却告诉了 BOSS， 网站确实是他创立的，可是现在逼着他干约架曝光事情的另有其人，并且路人 A 此时不照做的话，他自己也会被曝光而陷入危险。为了抓到真凶， BOSS 此时做起了动脑操，通过路人 A 给的信息以及让姬子参与约架过程中一个明显的 bug， 发现了幕后主使就是Switch。 其实在调查管理人之前，男主还从学校老师那里得知了 Switch 家里蹲的真实原因。原来 Switch 他害死了自己的亲弟弟。事情的起因是因为 Switch 隔壁家做了一个青梅竹马。 Switch 呢，他本人是很喜欢这个青梅的，而青梅又是校花，所以呢经常会被人跟踪。于是青梅就找到了 Switch 的亲弟弟来帮忙啊，因为 Switch 的亲弟弟才是真正的电脑天才，他能够快速的收集到各种关键线索。可 Switch 却误以为青梅竹马喜欢上了自己的弟弟，于是 Switch 自暴自弃。结果青梅的闺蜜来找 Switch 聊天的时候， Switch 就把青梅喜欢自己弟弟的事情当玩笑说给了闺蜜听，然后闺蜜把 Switch 的弟弟给杀了。原来一直跟踪青梅的人就是这个闺蜜的前男友。前男友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闺蜜是个地雷女，有极端倾向，就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告诉青梅要小心这个闺蜜，所以只能偷偷的跟踪青梅。结果真相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大家呢，这个闺蜜就因为一直嫉妒青梅到处有人喜欢，为了报复青梅，闺蜜就捅了 Switch 的弟弟，想警告青梅不要水性杨花。结果弟弟这一捅人就没了。 Switch 则后悔自己嘴欠害死了弟弟，所以才从此不肯离开家门。 Switch 也自此不再说话，而是用天才弟弟做的电脑软体来代替自己来说话。 BOSS 后来知道这一切以后，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跑去了 Switch 家，想劝解 Switch 回学校救赎自己。最终 Switch 还是被 BOSS 劝服，物理上的被劝服，愿意替自己弟弟再活一次。所以 Switch 回到学校以后，加入了男主的社团，去帮助学校里各种有困难的人。在这之后的故事里面，因为有像阿笠博士一样的老师存在，还恰巧就是救援团的顾问老师，所以故事中引发了一系列玄幻的搞笑故事，这里就不展开一一介绍了啊。 CP 方面，跟学生会长的妹妹沙琳在故事中一直是喜欢 BOSS 的，但直到下日记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赢不了姬子，最终就主动放弃了跟 BOSS 的暧昧关系。按照剧情来讲，沙琳确实赢不了啊，除了姬子跟 BOSS 朝夕相处之外，主角团在大阪旅行的时候，姬子还被流氓团伙给绑架了， BOSS 是玩了命，最终把姬子给从流氓团伙中给救了出来。当时姬子就想告白，但每次告白都被这个 Switch 的猫给打断了。同时姬子还受 BOSS 的影响，最后选择高中毕业后要去考师范大学，打算以后做一个可以教大家迷途知返的好老师。而 BOSS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自己的前途什么的事。最后 BOSS 是靠纸飞机随机选择，最终决定考跟季子一样的师范学校。后来故事到了主角杰林高3毕业的时候，学员救援团由主角团的应援小队接任，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其自然。但是学校此时却突然换来了一个新理事长，新理事长是前任理事长的儿子，并且他秉持着一切以升学为主，要停办文化季运动会，减少体育课，还要以成绩来分班，并禁止男女生交往，同时还要求上厕所要限制时间，私底下禁止讲话什么之类的。一下子学生间舆论哗然，我心说你哗然个屁，我高中早6晚11，一个月就放假1天，我说过什么吗？
原来这个新理事长是曾经的自卫队的军人，他觉得这种军事化管理才是最好的塑造人才的方式。但其实内因是因为这个理事长有一个自闭的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在学校里遭受了这种自由教育的学生们的歧视与霸凌，所以变得一句话都不肯说了。不过 BOSS 趁机据理力争，要让文化季的活动展现出个性培养的重要性，来证明这种以成绩论英雄的模式是旧时代的余毒，并打算以此证明可以帮助到理事长的儿子。于是 BOSS 联合了全校的伙伴们，准备了角色扮演的活动作为学员季的压轴活动。而另一方面 Switch 其实也就是这个理事长儿子的网友，两个人都是不肯说话的病友，所以在 Switch 的协助之下，让理事长的儿子参与到了学院季的活动中。不过最后打开理事长儿子心扉的还是 BOSS， 因为 BOSS 他看出来了理事长的儿子其实是个女孩子，就是因为是男生性格，女儿身，理事长这个女儿才非常自卑，造成了被人排挤的状态。所以在 BOSS 的协助之下，让理事长的这个女儿最终找到了能够融入的集体，找到了归属感，证明了个性教育的重要性。最终新理事长也放弃了改造学校的计划， BOSS 再次拯救了学校的同学们。故事临近结尾， Switch 也在临近毕业前解开了心结，重新开口说话了。于是在大结局时，姬子和 BOSS 成功的考上了师范学院，最终 BOSS选择退学原来 BOSS 之前在旅行期间受到了外国人的影响，决定未来去全世界旅行，去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于是他决定放弃大学，先去美国找那个外国人学习各地旅行的必备知识，然后全球去做义工。最终姬子还是选择支持 BOSS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只是直到毕业典礼结束， BOSS 最终要登机离开时，姬子才终于跟 BOSS 告了白，说我喜欢你。 BOSS 当时就感动的立马回道，我早就知道了，我也喜欢你而且我也喜欢 Switch 我还喜欢大家。总之就是很迟钝的，硬是没听出来这是告白。于是男女主就这么错过了。最终时光飞逝，姬子并没有和 BOSS 在一起，但是 Switch 解开了心结之后， Switch 跟动画的第3集冒用过姬子外号的那个百香走到了一起。沙林上了大学以后，依旧很多人在追求他，姬子成了成熟的大学生， BOSS 的弟弟上了医学院，而 BOSS 最终则是跟外国人骑着自行车四处当义工，帮助别人。而全篇故事到此也正式的落下了帷幕。综上就是学院救援队的原作大致完结的主线内容各位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呢？你还有啥看法与想法呢？你还想知道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点赞过万，3天更新，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